在此次中俄元首共同签署的联合声明中，除了对下阶段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做出规划部署，还在乌克兰问题上强调要通过和谈解决危机。而对于美方质疑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中国外交部就表示，中方奉劝美方审视检视自己在乌克兰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纠正拱火浇油的错误行径，停止向中方甩锅推责。当地时间3月2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关于乌克兰问题，双方认为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必须得到遵守，国际法必须得到尊重。俄方积极评价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客观公正立场，双方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为谋求军事、政治和其他优势而损害别国的合理安全利益。俄方重申致力于尽快重启和谈，中方对此表示赞赏。习近平在随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还指出，上个月中方发表了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中方一贯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劝和促谈。环球时报的评论指出，联合声明以及中俄元首于20号和21号举行的深入会谈及记者会，在乌克兰问题上向外界释放出了和平、理性、有助于局势降温的重要信息。在俄乌冲突陷入消耗性的僵局之际，他们显出更宝贵的价值。当前这种情况下，国际上任何在劝和促谈方向做出的努力，对和谈氛围的营造和改善都具有重大意义，可谓善莫大焉。习主席这次和平之旅的重要内涵也在于此。我想说的是呢，中方呢不仅跟俄方进行了这个沟通和交流，也与乌方呢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和接触。我们的目的呢就是继续的劝和促谈。那中方呢不仅是这个和谈的倡导者，也是那个和谈的这个积极的推动者，和平的缔造者和践行者。我们呢不是煽风点火，不是呢提供军援，我们也没有同其中任何一方结盟。我们的做法呢是倾听双方的意见，同时呢我们也主张双方坐下来谈判。在22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深圳卫视记者就中俄两国元首有关乌克兰问题交换意见的情况提问。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中俄元首签署联合声明，双方指出，解决乌克兰危机必须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并防止形成阵营对抗、拱火浇油。双方强调，负责任的对话是稳步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为此，国际社会应支持相关建设性努力。双方呼吁停止一切促使局势紧张、战事延宕的举动，避免危机进一步恶化甚至失控。双方反对任何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对于中方在俄乌问题上的和平努力，美国方面却视而不见。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21号记者会上声称，对于中俄元首会晤在乌克兰问题上所起的作用不抱希望。I don't think the meeting today gives us great expectations that the war is going to end anytime soon. No sign at all that Mr. Putin is changing his calculus. 在22号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就对美方的言论予以严厉批驳。我也注意到你提到的科比先生的相关的表态，我还注意到他认为中方的立场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难言公正。在这里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中方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也不是危机的当事方，更没有向冲突的任何一方提供武器。汪文斌表示，危机爆发以来，中方相继提出4个应该、4个共同、3点思考和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积极推动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危机。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没有私心，没有袖手旁观，更没有拱火浇油、趁机谋利。中方所做的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劝和促谈。美方声称中方的立场难言公正，难道向战场源源不断输送武器才是公正吗？难道让冲突不断升级才是公正吗？难道让危机外溢影响扩展到全球才是公正吗？汪文斌表示，在乌克兰问题上，当前和平理性的声音在不断积聚，大多数国家都支持缓和紧张局势，主张劝和促谈，反对火上浇油。中方的立场同大多数国家相一致。
习近平主席对俄罗斯进行的访问是一次友谊之旅、合作之旅，也是一次和平之旅，在国际社会引发了热烈的反响。我们奉劝美方审视、检视自己在乌克兰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纠正拱火浇油的错误行径，停止向中方甩锅推责。我们将继续坚定站在和平一边，站在对话一边，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外界注意到，在这次中俄联合声明中有7次公开点名美国，包括指出美国抱守冷战思维，推行印太战略，对本地区和平稳定造成消极影响，以及中俄敦促美国停止为维持自身单方面军事优势而破坏国际和地区安全和全球战略稳定等。我觉得这次呢，中方呢这些表述在联合声明里面的表述，体现出来呢，中方对于很多涉及到中国核心利益和世界和平的安全的这些重要问题的一个关切。虽然我们几次点名到某些国家，但是呢，我们并不是要跟这些国家这个对抗。我们的思想呢，还是说争取和平、合作互利共赢。我们要这个及时表达出我们的关切，同时呢，我们也是要争取跟各方合作。联合声明还指出，中俄双方谴责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致力于推动国际社会建立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反恐统一战线，反对将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问题政治化，采取双重标准，谴责打着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旗号，以及利用恐怖和极端组织干涉别国内政、实现地缘政治目的的行径。对此，联合声明特别强调，应对北溪管线爆炸事件进行客观、公正、专业的调查。这个北溪2号这个问题实际上呢，就是从俄罗斯的观点来说，这个肯定不是一个乌克兰这样的国家的水平能够达到的这个问题是一个明眼人都可以看得很清楚。他既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科技实力，也没有这个水平，他想干那是肯定的，但是他干不了。那么这个能够破坏这个4个地方发生这个泄露、这个爆炸，这个工程是相当的精密、相当的高科技、相当的这个有这个很早的这个策划。一般来说，咱们一般判断国际问题的时候，就很看到说这个事情是谁受益谁受损，这个问题就看得很明白。不管是什么样的结果，我说北溪2号这个问题不会就是不了了，就这么就完了。因为这个事情对于俄罗斯来说是切肤之痛，因为它太重要了。